子，恭喜你啊，终于可以去南大了！啊，开心吧？开心吧？开心啊！但我就不知道我到时候怎么去啊？怎么了？害怕你妈呀？哎，你爸不是都已经给你签了吗？这就是胜利的第一步呀！咱先别管那么多了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来，咱们俩录个短视频，这么重要的历史性时刻必须记录一下。哎，对，别！怎么了？到时候被我妈看到，我不就凉了？你怕什么呀？我拿我的账号录，你妈肯定发现不了。Hello， 今天是我们小英子如愿的进入到了这个南大的冬令营，也是她迈入梦想的第一步。所以说，各位 baby 们一起为她加油呀！我想问一下，此时此刻的乔英子小姐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我想说，我加油，我努力，冲呀 ！OK，fighting，OK，OK 呀。来，我先编辑一下。好，冲向宇宙第一步。好了，还不错哎，你俩干嘛呢？哎，方豪，你去哪儿啊？我上课去。上什么课？上专业小课。哎，行，不跟你俩说了，我爸在校门口等我，我走了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妈耶，清华还是你牛！哎，你说他们这些艺考生真好呀，白天学累了吧，晚上还能换脑子。其实也没那么简单，我都好几次了，大早上的我就看着王一迪跟我们小区楼底下练声呢，真是。看他们专业课也难，人也挺辛苦，那么冷还练。哎呀，我不说他们了。你今天晚上上晚自习吗？上吧。今儿是不是物理老师答疑啊？我正好有几道竞赛题想要问问。这南大历代所有的竞赛题全都被我给下载下来了。行啊，正好晚上我也得答疑，咱一块儿吧。好了，走呗。我妈接了。喂，妈。哦，我快上晚自习了。什么事儿啊？等我晚上回去说不行吗？行，那我现在回去。怎么了？我妈说有急事儿，我得赶紧回去了。哎，英子。这是什么？你不是已经答应过妈妈不再骗我吗？这是什么？为什么又骗我呀？你老实告诉我，谁给你签字？是你爸给你签的吗？是你爸给你签的？不是他主动给我签的，是我去找他，求他给我签的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
报名截止当天。英子，真的是有本事了哈！你都已经交了报名表了，当天晚上我给你讲康阿姨的建议的时候，你还可以脸不红心不跳的这么骗我，睁着眼说瞎话的，说什么考虑考虑，你还跟我说这个干什么？为什么？说呀，为什么？我都已经跟你说过无数遍了，我想去南京大学，这是我的梦想。可你听进去过吗？你从来没听进去过。我没听进去就我给你这么分析啊？我四处给你去求人。哎，你要是说你想好了，除了南大，别的学校都不能进你的法眼，你告诉我呀！啊，我干嘛还要四处去给你打听啊？请人吃饭，托关系帮你问，我吃饱了撑的呀！不敢跟你说呀，而且就算我说了，你能答应吗？我当然不能答应，那不就得了？妈，你知道吗？我一想到我不能去南京大学，我就特别特别难过。我难过到我什么事情我都做不下去，我真的长这么大，我从来没有这么强烈的想要去达到一个目的，想要去实现一个想法。可你从来都没有在乎过我，你从来都没有理解过我的心情。你就是这么想你妈的是吧？我从来没有理解过你的心情，你自己想想，你难过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去找方一凡拥抱解压；你不高兴的时候，你还可以去找你爸，去他那儿玩乐高、涮火锅、逃课，躲着你妈。我承认妈妈脾气不好，妈妈可能偏执，妈妈还老爱批评你。可妈妈为什么呀？妈妈一次次的让步，妈妈愿意相信你没跟方一凡谈恋爱，妈妈也接受了让你爸爸搬回来。妈妈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让着你们，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谁让着我呀？你说你如果不能考南大，你会特别特别难过。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妈妈的心情啊？你妈妈会不会也特别特别难过呀？可妈妈跟谁说去啊？我到哪儿说去啊？你现在17岁了啊，你长大了，你身边有一群小伙伴，你可以跟他们分享，可以跟他们吐槽，可以跟他们去说你的父母怎么不好。可是妈妈呢？妈妈的生活中只有你啊！妈妈这一路陪着你走过来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了。唯一一个剩下的好朋友童文洁阿姨，也因为你跟方一凡闹的，现在闹掰了。可妈妈从来没有后悔过。我要保护我的女儿，我跟谁闹掰都行，我得罪谁都行。我从来没想过，我女儿就是这么回报我的。
文杰，是我。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。我刚才翻我手机想给人打电话，我现在特难受，想跟人聊聊天儿。我翻了半天，我发现我还是就想跟你说。跟咱那边一样。哎，等会儿，哎，我手机没带。啊，手。哎呀，我得回去取。啊，这行了吧？你就上去换上，咱就走了。我手机没带。电梯都来了，人一换上走了，你别还回取手机，大东西看着。你待会儿就走。啊，是待会儿就走了啊。那天你喝醉了，在楼道里拉着我说了半天乱七八糟的话，我那时候还挺烦你。现在完全能感受到你当时的感觉了，真的是养儿养女，不如交个好朋友。喂，张主任，我和我爱人已经决定了，我们还是接受术前新辅助化疗。对，先不用开刀了，我们做一个疗程看看效果。用药，我们相信您和专家的判断。费用问题您不用考虑。用最先进、最好的药就行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您费心了啊，咱们见面再聊。好的，好的，哎，再见。走你啊，哎，来，吃啊，来，馅儿肉，这牛肉饭也就好。哎，我刚才那鲍鱼呢？张姐，你吃这个？哎呦，别，你别客气。不是这个营养特别好，而且很新鲜。你给那个方圆加。你不用方圆自己来。我们自己来，你别客气。不是，你们这些高三的家长啊，比学生还辛苦，所以一定要吃有营养的东西。快吃了。好。那走，来。你太客气了。没有，其实我一直都跟老乔说，我说咱们一定要多走动，因为我们俩明年可能就办事儿了。啊，是吗？那太好了，定了是吧？对呀。哎呦，来，恭喜！哎，明年的事明年再说。来，不是，那也先恭喜啊！好。不是，我给你当那个什么，我给你当伴郎，不是伴郎，主持，法老得了。不能明年再说，这都是咱们最好的朋友，这得让大家一起帮着张罗啊。鱼挺好吃的。那个什么，这样，你们先吃。我得回去一趟，因为我今天手机没带，我一会儿还有个电话会，我怕给公司耽误事儿，是吧？你们先吃。还没拿手机啊？行。小梦，谢谢啊。那你快回来，我们等着你啊。好。松松，我来不干什么？把那围裙摘了。哎呀，不高兴了？没有，手机。吃个饭走了。手机没拿。我回来了啊，这还是不是一路人在一块吃着便宜行，我给你解释解释。好吧，行，不管了。你也早点回来。我知道。那条船外面冷啊。打个招呼。我走了啊。哎，好嘞，拜拜，等你啊。行，一会儿他回来。哎呦，宋倩。
老乔，宋倩来了。对不起啊，打扰你们两家聚餐了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不，宋倩，你跟我解释。哎，倒不是听说。倩怎么来了？你别跟着我。不是，别跟着我。乔晓东，你出来一下，我跟你说两句话。你听好了啊，不管你同不同意，英子上南大这事儿我不同意。我不同意他去南大，我跟他说了，爸爸妈妈都不同意南大。好了，你不用跟我解释。乔晓东，英子跟你要什么，你都没有原则的答应她，早晚会把她宠坏的。你们接着吃吧。哎，宋倩，你听我解释啊！哎，你听我说。哎，你听我说，怎么这么办？别，这电梯上危险呀！哎，听我说话行不行？你能不能让我把事情说完呢？别着急啊！你们俩走，我跟他说会儿话，你们俩走啊！注意安全。我知道。说吧，听着呢。我知道张嘴道歉其实挺容易的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我就是张不开这个口。是，我也觉得挺容易的呀，所以我跟你道歉了呀。你什么时候跟我道歉了？我给你发微信了，你不是不理我吗？我给你打电话，你也不肯接呀。我没不理你，我今天没带电话，我搁家里了。谁信啊？现在谁出门会不带电话呀？宋倩，真的，你不信你跟我回家去看。我真的没带手机。你说我们俩这是干嘛呀？为家里这点事儿，为孩子这点事儿，把这点友谊都葬送了。你知道那天我喝醉酒了，你送我回来。然后第二天方圆跟我说什么吗？方圆说我一晚上都在叨叨，说我不应该这样。我说我自己不对，我不应该因为孩子这点事儿丢了我最好的朋友。这是我喝了酒以后说的话。真的，我跟你说今天是怎么回事？就是找了一圈，实在找不着靠谱的老师，没办法，方圆找的小梦，请小梦帮忙，也是方圆的主意。然后就说他们两个男的就说吃口饭表示一下感谢。我想我不出面也不合适，我其实今天真的不想来的，但是没办法，我就过来了。我在那儿吃的也不舒服，我说待一会儿我就走，这一出来就碰到你。我知道你想的什么，不是我们两家跟乔卫东和小梦在一块儿，真的，宋倩。你说自从我有了方一凡，你有了英子以后，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身上？所以以前很多好朋友都渐行渐远了，慢慢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。当然我还有一个方圆，可是男人跟女人，老公跟老婆之间的交流和闺蜜之间的交流是不一样的。宋倩，你真的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挺后悔的。我觉得好朋友应该一路走到老的，怎么为孩子这点破事儿，就闹得这么不开心？你说这么多年，家里的事儿、孩子的事儿，是不是男人的事儿、工作的事儿，是不是咱俩都一块商量着，咱俩一块八卦的？那天在学校体育馆里，咱俩看着都不说话。我觉得孩子将来都会走，离开我们，可是好朋友会一直到老。是我不好，我那天不该那么说你，我挺后悔的。别生我气了，我给你道歉。然后我就想着，我还是想跟你做好朋友，可以吗？
你笑什么？你笑什么？我看你笑了。小刚，咱俩卡在电梯里。不进来啊？这边稍微使点劲。你睡着了吗？哎呀，我哪睡得着啊？心烦意乱。我找那个小梦给凡凡找老师那事儿，你心里不别扭了吧？哎呀，真没关系。我都说了，大人的事儿归大人的事儿，小孩的事儿归小孩的事儿。一码归一码，真没关系。哎，那小孩的事儿，我觉得你也别多想。其实你心里跟我一样，都觉得他俩不会谈恋爱，但是不是就是有点焦虑啊？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说我能不焦虑吗？他们俩来这么一出，也是哈。我想想啊，都是因为乔卫东，要不是他搅和。我哪至于这么疑神疑鬼？你不能赖乔卫东，就是你自己压力太大，太焦虑了，所以乔卫东一来你就觉得有点搂不住了，是不是？我一个人应付英子，以前都是得心应手的呀。可是你看他来一搅和，全乱了。这英子也是，死乞白赖上什么南大呀，真是想不通。平时挺乖的呀，就这一年，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呀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能太焦虑了啊！你这英子本身就比较敏感，她也有主意，你跟她针尖对麦芒的不好，还在这个时候。我就够退让的了。哎，你看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要玩什么乐高？哎呦，行，想玩就玩吧，不是说放松吗？我允许了。又整天3天2头往他爸那儿跑，哎，要往常我都快气死了。那我也允许了，我还要怎么做呀？反正考南大这事儿，我绝对不能允许。其实这2天我还真在想，如果哈，我只是说如果将来俩孩子要是真谈恋爱了，你不会跟我翻脸吧？我姐，我是真心的想跟你做一辈子朋友的。妈呀，你就怎么了？你就这么不希望他们俩好吗？你看我跟乔卫东不就是前车之鉴吗？当年我这个学霸就死乞白赖的非要跟着一个学渣，现在落什么好下场了？学渣跟学渣也不一样，方一凡虽然成绩差了一点儿，可是我们家凡凡人品好，随了方圆，性格也好，是不是？是，这倒是。可是你说这男的有几个靠谱的？这方圆，他要是靠谱，怎么会跟乔卫东搞一块？哎，行了，咱们俩不能再继续这个话题了，否则咱们俩白和好了，又开始来一轮。你说这英子到底为什么非要考南大呀？她就那么想躲着我呀？我觉得呀，你要是这样，我觉得有可能。啊，真的吗？我为他付出了那么多，我这么爱他，他哪找这么心疼他的人？这辈子都找不着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说呀，孩子们长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们老了，我们啊
我们得学学放手，随他们去吧，咱管好自己就行了。你说的对。看来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他了。爸，哎，英子，来，小孟阿姨不在吧？不在，她今儿不来。别换鞋了啊，先走。爸爸给你洗个水果。你来找爸爸是不是因为那个南大冬令营的事啊？你妈过来找过我了，我跟她讲了，她是不是为难你了？没有，他还是不同意，就说这不是能讨价还价的事儿。没事，回头爸爸跟他说啊，我有办法。来，倒杯水喝。来，爸，要不你还是搬回去吧，别住书香雅苑了。你妈让你过来说的吗？是我自己想的。那爸爸就不明白了。现在爸爸在这儿住的好好的，为什么要搬走啊？咱们俩天天见面，你不开心吗？因为之前一直都是我跟我妈相依为命，她照顾我的生活和学习，您偶尔来看看我们，一直都挺好的。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一上高3就全变了。我现在也懂了，就是因为您搬过来了。您一住过来呢，我妈她就不高兴。我妈她一不高兴呢，我就特别难过。虽然我能天天见到您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们一家3口也能在这小区天天见面，都挺好的。但是这不一样了呀，我们已经不是一家人了。就算您搬得再近，住得再近，就算您都搬到对面了，可是我们不是一家人了，我们是2家人啊！我跟我妈才是一家。英子，爸，我问你，您跟我妈还有可能复婚吗？爸爸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肯定是希望你们可以复婚的。你们刚离婚的时候我就想过，但我现在知道了，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儿，所以我也就不再想了。如果非要我在您和我妈之间做选择的话，我只能选择我妈，我必须得选我妈，因为您还有小孟阿姨，您就算没有小孟阿姨，您还有别人。但是我妈太可怜了，她只有我。如果我离开她了，背叛她了，她就会失去精神支柱，她会崩溃的。我不能这样。所以爸，你还是搬走吧，我求你了，好吗？英子，你的话爸听明白了。爸爸从来没有想跟妈妈抢你的意思。
爸爸没有这个资格。当初法院判也是把你判给了妈妈，所以你只属于妈妈。如果说在爸爸和妈妈之间一定让你选择一个人的话，爸爸也希望你选择的是妈妈。今天爸爸给你道个歉，当初是因为爸爸的原因，让我们原本一个家变成了现在2个家。爸爸对不起你。当初爸爸也是想努力的多赚钱，让你和妈妈能日子过得好一点。可是没想到，钱是赚到了，咱一家3口的日子现在没了。爸爸答应你，明天爸爸就搬，好吗？好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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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好了，好了啊，好闺女，好了，不哭了。爸爸原本啊是想过来，能让你解解压。高3了嘛，学习压力重，没想到好心办坏事儿啊，让你这压力越来越重了。是爸爸不对啊，爸爸明天就搬，爸明儿就搬。好了，好了，不哭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妈妈，怎么样，儿子？我厉害吧？我本来想着让着点您的，结果怎么到最后您越来越快，怎么撵都撵不上啊！你没让着我，没让着您啊！我想你是不是车比我的好啊？是不是？你真的没让着我？没让着您，妈妈，您太快了！来，我帮您撵。哎呀，妈妈有天分吧？太厉害了！是不是比你爸强多了？没事，妈妈，爸。老季，你想撞死我们呀？哎，洋洋，快来帮我一下，帮我一下！来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我还是不是很适应这种运动呀。您都练了那么多次了，还不适应？我拐弯的时候头还是会晕。我这个就叫飞驰人生，行吗？行，也就落了我们2圈吧。哎，我超过你们了吧？拉了我们2圈，你知道吗？妈妈，你们都饿了吧？咱们吃点东西去。好啊，走走走走，走去。来，真棒！这小子能超我啊！还想撞他的？沾一嘴。你好，你们咖啡。爸妈，这儿点餐也就这样了，也不知道你们吃不吃得惯啊？吃得惯啊，是吧？你看你爸都吃没了。哎，也只有跟着你才能吃到这个东西。哎，我这半个你要不然吃了？好好好，我来吧。妈，我也得再夸您一遍。嗯，您的车开的实在是太好了。我这想，我这技术这么好，是遗传谁的？没想到是您呀。我得了吧你，怎么可能是他呢？还在这凑热闹，你说？老季，你这辈子啊就跟车没有缘分。你爸年轻的时候骑自行车带着我，都能把我给摔了。你看骑自行车您都能摔，哎，上次在游戏厅里面我看他玩游戏啊，那个样子，我跟你讲，后来有进步了。你这辈子啊，老季，这车啊，你以后就别跟我们2个比了啊。洋洋啊，你知道爸爸妈妈今天为什么一块儿来陪你开赛车吗？期中考完试带我来放松一下呗。哎呀，你看，上次唱盘会上
你不是说咱们要坦诚交流吗？对啊。爸爸妈妈今天就是想要跟你坦诚的交流。有一件事儿，我跟你爸爸商量了好久了，最后还是决定告诉你实话。出什么事了啊？妈妈前2天去南京出差，是骗你和爸爸的。那你去干什么了？妈妈做了个小手术。手术？一个活检手术。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结果，所以就瞒了你和爸爸。前2天结果出来了，妈妈得了乳腺癌。不过医生说了，是早期的，有80%的治愈率。医生还说，现在的医疗水平，治疗早期的癌症没有问题的。只不过呢，要做化疗，化疗可能就会掉头发，可能就不是妈妈现在这个样子了。所以我跟爸爸觉得，这件事儿不能让你自己通过观察发现，还是要告诉你比较好。洋洋，现在的医疗水平很先进的癌症是可以克服、可以战胜的。我跟你爸爸都特别有信心。这孩子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18岁了，你不也说不接受也得接受吗？让他自己消化吧。洋怎么还不回来？再等等吧。洋洋，你去哪儿了？刚才给你打电话，关机了。手机没电了。洋洋，你这一下午都跑哪儿去了？妈，我知道我不该跑，但是您说您得病了，我一下就慌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这不怪你呀，洋洋，这个不怪你。后来我跑不动了，今天特别冷，我一下就醒了，
我觉得我还得回来面对这件事情。妈，我希望我以前做的不好的地方你能原谅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。妈妈没生你的气，不生你的气。妈，我上网查过了，得癌症做化疗是会掉头发，所以我陪你一起。洋洋，好孩子。有你陪着妈妈，妈妈一定会好的。到，开门！来了！妈妈咪呀！哎呀，你们都在家呢，都来快些，拿着们呢。凡凡呢？凡凡，爷奶来了！让奶奶看看我这大孙子，哎呦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这个是爷爷奶奶给你们买的巨型零食，这里边啊什么都有，什么鸭脖子呀、果干啊、果仁啊、小脆脆啊，反正是什么都有，都是你们爱吃的。哎，这好玩！谢谢爷爷奶奶。你们俩忙活什么呢？你们俩人做菜呢。哦，对了，文姐，哎，爸你自己去啊。快！我也给你们啊买了点东西，拿着，钙片。啊，这是钙片啊！是啊，文姐，哎，想着吃啊！你买这么些钙片是让我们钙化还是怎么着？什么钙化呀？这也太多，这早点补钙钙，早点补钙，记着，省了骨质疏松。好，奶奶，你带这么多东西都没有用，你还不如给我带点喉糖呢。要喉糖干什么呀？嗓子哑了？是不是你妈你爸让你背课文背的呀？啊？是什么背课文啊？我要艺考了，音乐剧专业啊，以后在电视上都能看着我。艺考？什么艺考啊？就是艺术考试，我报的是音乐剧专业。艺考啊？音乐剧？对。圆圆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文姐？哎，什么？他说他报什么艺考啊？艺考你还不懂？考艺术院校啊？对。什么戏剧学院、舞蹈学院、音乐学院，艺考。这高考这功课就够难的了，够让他们费劲的了，还考什么艺考啊？这多耽误他们的学习。这是两回事儿，艺考是艺考，高考是高考，这俩不冲突的。而且老师给他看了，说他这个有点天赋，我说让他试一试去。这方圆呐，啊，这件事情你可要考虑清楚了，啊，孩子以后干什么，长成什么样的人，都跟现在的角色都有很大的关系。哎，这你爸说的对，别想起一出是一出。怎么是想起一出是一出？我不刚说了吗？这俩不冲突，前面先考艺考，后边再考高考，考不上艺考照样考高考，知道吧？高考跟这艺考没啥关系，而且这老师给他看了，这个说的挺不错的。哎呀，当年呢，你非要去艺考，我不让你去，你非要去考，结果呢，没考上。现在呢，你又让凡凡去考。哎，爸，哎，这事咱得往回倒一倒。您当年。我说艺考你不让我考，考学法律去了。你看现在，待业在家呢，对不对？还不如当年。这能怪你爸啊？真是。哎呀，不跟你说了吗？不冲突，他该上课还上课，不影响学习，都是用课余时间去的，而且有老师给他辅导，不是瞎弄，你知道吧？请老师啦，请了一个舞蹈学院的老师，一个黑人跳舞跳得特别好。那外教那没有妈，你别听他的啊。那老师那学费贵不贵啊？不要钱。不贵妈不贵。
哪有不要钱的？这真是。老方啊，把咱们那钱拿出来吧。文姐，哎，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拿着，干嘛呀？拿着，我不能拿，干嘛呀？听妈的啊！我告诉你，圆圆现在没工作，里里外外都是你这儿张罗着啊。妈和爸都看在眼里了，你拿着。合着这是我的辛苦费是吧，妈？你爱怎么理解怎么理解，去，没你的事。你别管，拿进去，拿着啊！我不拿，拿什么拿？你看这孩子有钱，别闹，真的不拿。这孩子，你说你拿着，不拿。你交给我吧，你交给我吧。交给你。那都多少钱？还有没有啊？去，您先坐，您先坐。我问您一事儿啊。什么事儿？你出门这么些钱干什么？你这不过年发压岁钱这是？啊，哪来的钱这是？你就甭管了，拿着吧。我这弄挺神秘。捡的。拾金不昧，你哪来的钱？你给我说带这么现金干嘛呀？我和你爸呀，理财挣的。理财挣的？什么理财产品啊？啊，投资啊！对，投资。对，投资啊！你们俩还懂投资？投什么了？你给我说说，你投什么投资？你看你孩子啊，许你们年轻人投资啊，就不许我们这个老年人投资了。就你们懂啊？就你们懂啊？不是，没有不许你们老年人投资啊。这样啊，您给我长长见识啊，我也学习学习，怎么这么快速致富？您给我说您投什么了吧？其实也不叫什么投资哈，就是入股啊，集资。对，我和你张阿姨和王叔叔啊，我们一起做的。您说您入股集资，弄了一个什么公司啊？保健品。哦，投资保健品。哎，那刚才那些钙片是不是就你们投资你们弄的？对了，还有，我刚才这也是给你们带来的宝贝，你看看，这鞋垫儿、袜子，什么意思呀？投资什么服装厂啊？什么服装厂？您不懂。你们知道这个鞋垫吗？这个鞋垫好极了，是纳米技术，什么纳米元素，是不是？这一副鞋垫上有2万多个那个按摩点，我和你爸爸全都用上了，这对人身体啊可好呢。说那个什么激活什么来着？微循环啊，而且还排毒，排内脏里边的毒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晚上啊，如果你们睡觉的时候说这个脖子不舒服呀，可以搁在脖子底下，帮着你们治这个颈椎病。您等一会儿，您说这个还能治颈椎病？对呀，这治不治牙疼啊？啊，牙疼是我这样抽腮帮子，抽腮帮子是牙疼。没正经。哎，不是我没正经。哎妈，妈，从小是这样。你们俩平常跟家这除了就弄着鞋垫、袜子这些东西，看不看电视啊？上网吗？时间啊，看不看新闻？您不最喜欢看新闻联播了吗？啊，你们看不看新闻最近？看呀。这是诈骗，知不知道？哎，妈，这一听就骗人的，这搞传销，你们是投了什么呀？到底你怎么信这个呀？你投多少钱啊？在哪儿投的？谁让你们投的呀？太不靠谱了，这啊个99%就是上当受骗了，就是诈骗，这就是传销，电视上老播的。传销这是骗什么呀？哎呦，不可能！我跟你妈多大岁数了？吃的盐比他们吃的米还多。骗我们呢？放心吧啊，你们放心，我和你爸爸到那个公司啊实地考察过。对了，这个鞋垫是他们的新产品，已经马上报了什么专利啊，通过了 ISO 什么9001了是吧？我不知道。你们公司除了做这玩意儿还干嘛了？嘿，你说他不问我都忘了，还有一个叫什么？火疗，对，火疗。你给我说说怎么火疗？奶奶带你们去体验一下。啊，你们趴在床上，唰的一块湿的浴巾给你铺在背上，紧接着就点上了火了，呼的一下子。他们啊有那个金牌医生，然后他会帮着你啊看那个火苗，那个火苗跳得多高，什么颜色，你的身体里边就有什么样的毒。可准呐！你爸爸现在呀，每天都得去过火，不过火都不行。哎，你别说啊，这一过火呀，这腰板就觉得硬了啊，这脖子呢也觉得灵活了。哎，明儿奶奶带着你们俩人去啊。不是妈，我觉得吧。妈，这样他们俩呢，先这么小，不急着赶紧拿火烧呢，好吧？到时候毛再给了了，好吧？
懂什么呀？爸，您觉得特殊是吧？对啊，过火是不是觉得后背特别暖和、特别热，感觉那个经络都通了，是不是？是啊。您往身上点一火，血液能不流通吗？哎，他是学财务的，我是学法律的，咱们家都是知识分子，咱怎么能上这当？这一看就是诈骗，什么过火呀？你电视不都演了吗？你们这这种受骗上当了。你这是100%的诈骗，你们投多少钱？你们要是就花了一点钱，投了个万把千的，这事过去了，咱就不报警了，要不然我们就报警去了。啊？没多少钱，没不是你到底是多少钱？到底投了多少钱啊？你说我和你爸，我们就这点退休金，能有多少钱呀？啊，一点点。哎呀，你们俩人放心吧，啊，不会的，这真金白银都在这儿摆着呢，下个月呀还有分红呢。对，他们说的。哎，来，凡凡，来，带着奶奶上你的屋去看看去。咱把那大包打开，看看里边有什么好吃的。来，快来，让奶奶看看。哦，快拿着这个包。哎呀，来，奶奶包给你们拆啊。你问问你妈，到底投多少钱？啊？不是这，我告诉你，能拿回来3万，一定投的不少。行，待会儿再问他，这些东西怎么能信啊？就是这什么东西啊？什么？洋洋，我想跟你说几句话。你进来吧。哎，我妈睡着呢。睡。爸爸有个秘密想跟你说。你也有秘密？没事，说吧，爸。对，爸爸就是经常跟你聊天的维克特。你别生气，爸爸不是故意骗你。那会儿我刚回来，真的想和你多交流。但是又找不到好的方法，所以才请教了你舅舅和潘老师。但是爸爸呀，现在不想装了。维克特再好也是假的，也得隔着屏幕。现在你妈妈生病了，爸爸真的希望咱们俩能够更真诚的交流沟通。咱们俩一起帮着妈妈度过这个难关。其实我一直有隐约的感觉到，这个人就是你，但是我又希望是你，又害怕是你。你也挺不容易的。行，你放心吧，
哎，其实光头也挺帅的。又来干什么？有事没事啊？有事。宋天，那个我要走了，把这个给你。什么呀？我们家门钥匙，我搬走了，以后就不打扰你们娘俩了。你跟英子也就别较劲了。要不要进去坐坐，和英子聊聊天什么的？英子在家啊，学习呢。不去了，别打扰孩子。你跟英子说，那房子里的乐高我都没拿走，都留着呢。她学累了想去玩就过去吧，但是钥匙放你这儿，你让她去就去，你不让去就不去。你等等，为什么突然搬走啊？我的一点私事儿。我是按约好的时间出来的。书香雅苑的区政府是啊，不是我家是住在5幺1号楼啊，啊，不让停车你也不能走啊，你找个地方停下，我去找你都行。哎呀，不是你怎么言而无信呢你？哎，搬东西呢，元儿啊，哎，我帮你吧。不，我给我妈送点东西，你甭管了，甭管。哎。谁的车呀？这是怎么停这儿了？我的。你的车啊？哎，这儿不让停，你不知道？我说知道，赶紧开走啊！马上，搬点东西，东西太沉，这搬东西太远了。这个啊，谁给你放进来的？啊，你们那边，你们那保安给我开的地锁，是吗？哎，对。哎，老公，你怎么把车放这儿了？哎呀妈呀！媳妇儿，我车。东西装完了，你下来吧。啊，你们出发，咱们啊，不要着急。哎，胜利，这干嘛呢你？叫车呢？叫上了吗？叫不着，太难叫了，这个叫不到。你去哪？去单位啊？上班。那我送你吧，我顺路。行，来上车，来，谢谢。来，你上车吧。上，我给你把车先热上。哎，对不起啊。哎，凤儿，麻烦你了啊！大早上叫个车太不容易了。哎呀，没事，顺道上你单位嘛。你是去单位对吧？对。啊，等会儿啊。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？Siri， 我要到东风北路4号。4号。4号，对。老季，我还有事想要问你呢。这资本市场啊很萧条啊，几乎都在重新洗牌。我们公司不是在做2轮融资吗？哎呦，这几个金融的朋友就说了，说这个共享经济的崩盘就是一夜之间啊。我跟你说，这什么共享经济，这简直太坑人了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我试了一下，跟网上退了押金。你知道我排队排多少号？排900多万号，900多万，我得排哪辈子去？900多万。哎，你们那有什么办法？给我们走后门吗？299块钱呢。好的。注意重线。好，节奏。哎，
注意节奏，节奏。怎么了？我想上个厕所。去，1分钟，1分钟。这小子皮呀！你不觉得他可爱吗？是，像不像我？怎么着，你也来一段？不行，我这都脑壳活。来一段吧。哎，你记得我跟他转的挺好。来，3、2、1，走。哎，不行啊！我跟你说，原来能转3圈。还可以，真的吗？哎，我还记得咱们开学那会儿，那个迎新生，哎，你就坐在我前面，我印象特别深，头发比现在长1倍吧，到腰了。对，对吧？我那个时候头发特别长，我特别喜欢长发，但是你知道太麻烦了，每天你摸我头发特别多，摸超级多，哎呦，真是实在是太难打理了，我每天光洗头发了，所以就跟你讲，你这头发怎么回事啊？你这自然卷吗？我这发质不行啊，我这发质不行，不是那你为什么烫成这样？哪里？哎，回来了。妈，回来了。行，我先去写作业去了。啊，洗手啊，苹果给你放桌上了。好嘞。门带上，门带上。我手上这点事儿忙完了。哎，今天要给出去。哎，媳妇儿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占用你5分钟。你说。我今天接这个方一帆回来啊，路上我就琢磨了一事儿，这不交学费吗？我交了24000块钱，这还得上2月的课，估计还得差个4万块钱的学费。咱这老房子1个月房贷得交1万多块钱，咱一家4口的生活费里里外外1个月得小5万块钱。你怎么今天突然想起来算这笔账啊？你不用担心，我这马上奖金就会下来，这2轮结束以后，少不了有一笔费用啊。是，我倒没担心啊。我主要是觉得呢，多少就帮你分担一下。你能帮我分担什么呀？在满大街找工作去啊？工作肯定不能满大街找，是吧？工作呢，这靠缘分。有时候啊，脑子一开了窍，工作自然就来了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眼巴前就工作。哎，咱家现在不是有2车吗？基本有辆车是闲着的。你现在自己也不怎么开车，你看每天啊，我接送你，接送方一帆参加艺考啊，准备这培训。我再加上什么出去超市买个菜啊，出去办个事儿啥的，等于我就算是半个司机了。我为什么不能就上滴滴那儿弄个网约车那个资质？你行不行啊？你别想一出是一出的，你当什么司机啊？你能当司机吗？你能吗？我怎么不能？我这是老司机啊！我是真的，我真是老司机。你看我20年安全驾驶，我长得又厚道又敦实，给人安全感，人又正直。我再适合不过了，就做一个网约车司机，开滴滴绝对适合我。不适合，我不同意。开车多辛苦啊，风吹日晒的，我怕你受不了这个罪。这有什么罪啊？再说我方圆什么苦受不了啊？啊，你不是老说哎，童文杰是什么洞庭湖上的麻雀，什么风浪都见过吗？你要是洞庭湖上的母麻雀，我就是洞庭湖上的公麻雀。真的，我除了能跟你比翼双飞之外，我还可以帮你负担一下，分担点家用，你觉得呢？不是，那你开车，那你能挣多少钱啊？那这个我都算过了，这钱其实不少呢。我跟你说，像我这样的，兼顾着该干什么干什么啊，一个月我挣1万块钱，啊，1万块钱左右肯定是没问题的。方圆，你自己想好了，政法大学毕业，你就甘心当一司机啊？你甘心，我都不甘心。是，甘心肯定不是完全甘心啊，但现在不能只做心甘情愿的事儿。你说咱这家啊，说大也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是吧？一家4口，开销也不少，我不能把这家庭的负担都放在你一个人的肩上，不是？再者说了，开车怎么就风吹日晒了？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，真的，我一边赚着钱，一边养着家，这多开心的事儿！
我想象着我啊，行驶在北京的2环、3环、4环、5环上面，5环，5环，1比3。行了，特殊时期嘛，攻克世界嘛，啊！不要你这么辛苦，不行，辛苦，真的，我一点都不行。好了，1比4环1环。你那老夫也老了一纵横吧。2018年12月的北京格外冷，数9才刚开始，却仿佛已经经历了一场严冬。我好久没看见刘静了，但老纪这段时间有点反常，他们家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儿吧？童文杰公司2轮融资，他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加班做报表。我知道他心里有压力，毕竟我们家就剩他一个劳动力了。我呢，做好家庭主妇，搞好后勤工作的同时也没闲着，这不申请了网约车司机，审批下来了。宋倩说，老纪把洋洋送到他那儿补习之后，孩子特别用功，意识到高3时间紧迫了。要是凡凡能这样多好，我们也不用这么操心了。老乔呢，是搬走了。他跟我说，他是心甘情愿搬走的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他走得不开心。可这点上，我挺佩服老乔，有担当。所以我也没挤兑他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可再难也得念。我开始了枯燥的司机生活，虽然没有机会再做法务，但家里2个要高考的孩子，能为家庭分担压力，我挺高兴的。还好方一凡争气，课上的很认真，也能吃苦。日子转眼就到了12月31号。这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了，这是充满着回忆，也是满怀着动力的一天。过了今天，将进入2019，意味着我们这些高3家长和孩子们将一起跨入高考年，迎来真正的大考。这一天，距离高考还有158天。你好，尾号567，欢迎乘车。您是到清河中街3号。好声音录音棚对吧？对。好嘞。哎，导演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上车。麻烦您把安全带系上。好嘞。什么情况？请指示。哎，什么？得找一个会唱京剧的，《红灯记》。那个，咱是走高速啊，还是从下边走？要走那儿得走一段京藏，可以吗？可以，随便，好，我路熟。好，谢谢。导演，您听我跟您解释啊，您要是找圈里的老演员啊，那肯定成。啊，这老演员会唱的多呀，但是咱们这个角色，他不是得要一个年轻的声吗？都年纪轻轻的，那哪会这个呀？更何况今天晚上又跨年夜，我人都不知道跟您上哪儿逮去。哎，别，导演，您甭着急啊。这样，您啊，踏实的去吃个饭，等吃完饭回来呀，我保证给您把人码到位，行吗？好嘞。哎。兄弟啊，怎么样，在哪儿嗨呢？哥这儿啊有一个急茬，有这么个戏啊，导演啊要求找一个会唱京剧的《红灯记》。哎，当然成了，你唱歌那么好。对，就今天晚上呀。后天的肯定不成，要么说急茬呢。什么？晚上要赶飞机？你刚才不还说这跨年的吗？哎呀。那成。哎呀，怎么现在找一个配音演员这么难啊？先生，
哎，听您这声音，哎，这好像在哪儿听过似的啊？您是配过音是不是？配过？哟，是吧？啊，您哪儿都够灵的呀？是不是？您是配过？对，我跟你说，您这搞文艺的，这搞配音的厉害啊！啊，什么贯口是吧？啊，绕口令啊，1道黑2道黑3、4、5、6、7道黑8道9道10道黑，8百兵北坡，北坡往兵排跑，这对你们来讲基本功啊，是吧？哎呦，是吧？听您这口条，您这嘴皮子可真够利索的啊！没，我没练，我就是贫，爱聊天。小时候喜欢这个听戏啊，泡戏园子呀，哎，我还爱看话剧什么的。哎，那师傅，哎，听您的意思，您还会唱京剧？不，我那不叫会唱，我们就是瞎比划。就您刚说那个。这《红灯记》啊，我小时候就老听我爸我妈他们唱，我就跟着哼，跟着学。里边那个临行喝马1碗酒，是不是？临行喝马1碗酒，是这个吧？啊，对。浑身是胆，雄赳点里个灯酒山射焰，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。会应酬小女，是不是这个？是不是这个？对，棒，师傅，哎，师傅。您要说您不是同行啊，我都不信。喜欢。换句话说，您要是不干这行啊，我觉得都白瞎了，真的是吧？喜欢。我小时候就喜欢这个，你知道吗？打小就喜欢。哎呦，哎，师傅啊，您说，师傅，我有这么一建议。您说。等一会儿啊，咱到了地儿，您跟我直接到棚里，给我配上那么一段怎么样？哎呦，就我照你们这专业的，我哪干得了？我跟着瞎起哄，票友，我瞎起哄可以。放心吧，师傅，准成，就您刚才唱的，我听就是这样的。哎，我跟您说啊，师傅，今天这忙啊，还就得您帮我不成了。说你这说的，我这心里还直痒痒，我这挺兴奋的。我跟你说，我打小我就喜欢这文艺。我不瞒您说啊，我小时候啊最喜欢的就是听那电匣子，就是那个就是收音机啊，我每天晚上就听那电匣子，嘿。我就听这个电影录音剪辑，我最爱听就是这个上海电影译制片厂，邱岳峰、尚华啊、于鼎，我特喜欢邱岳峰，我老学的呢。就那个简爱、罗切斯特，那儿有人吗？是你吗？简，是你吗？是不是这段？是不是这个？你看，这不巧了吗？啊！我跟您说，师傅，您这个配音处女秀啊，还就得交给我不成了。我真行啊，我真行，真行，放心吧。那我试试。走，师傅。谢谢大家。明天就是新年了，让咱们的老大说上几句好不好？好，说2句。哎呀，今天啊是2018的最后一天，也是我们公司的好日子啊。包总的基金呢领投了我们公司2轮融资圆满成功。哎呀，在这个市场的逆潮之下，我们公司能有这样的战绩，在座的各位那可是功不可没啊。尤其是文杰，哎，坐那儿，来，坐这边，坐这边。不，我坐这儿就可以。听我的，过来。那个，你让一下啊，哎，这就对了。哎呀，很多次啊，我下班的时候，我都看到文杰是最后一个才下班的啊，那各种数据、各种报表，他做的是非常的细致。这次融资能够成功啊，头号功臣童文杰，大家鼓掌。你就别坐下了。那个，下面有请财务部总监童文杰女士给大家讲2句，好不好？谢谢老大，谢谢老大的提携，带领我们哈，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。然后，其实2轮融资成功真的是在座所有人的努力，每个 team 之间的紧密的配合，这么高的完成度。虽然2轮融资已经结束了，但其实后面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大家一起努力，所以2019我们还得再接再厉，不能掉以轻心，后面的工作一样的出色完成啊！谢谢。童总还真是谦虚啊，就说这么2句。但是就像童总说的啊，我们虽然融资成功了，但是呢，我们的战斗还得继续，好不好？今天晚上呢，大家就好好放松放松。公司买单！
来来来，哎，我有酒，不用，我倒没。可算是客平安来了。干杯！今天要点最贵的酒，还得再敬你一杯。安琪小哥啊！老大，公司就要上市了，咱们新的一年有什么新的规划吗？有。啊，都什么？那个，我方便一下，回来接着跟你聊啊。好，我等你。看到了吗？这2个人前后脚就出去了，肯定是傍上大腿了，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快升为总监，真够不要脸的，拖家带口算什么呢？喝一个。吓我一跳！你上厕所了？不，我找你啊，有点事儿。哦，那我们外边说不出去。玩儿太闹了，这儿安静。来，哎，很快，几句话就说完，几句话说完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次你给公司立大功了。公司决定啊，下周呢，请那个包总他们团队啊到海南去开会，然后再商谈一下具体的这个融资细节问题。公司这边呢，我替你啊打了个申请，然后让你跟着我，咱们2个去。我知道你在北京啊，这个有点放不开，是不是啊？有顾虑，老公孩子都在。到海南，是吧？放松。罗文，你自重啊！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干什么你？罗文，我跟你说，你业务能力这么你松手强啊！你业务能力这么强，我跟你说，你能不能抓住这次机会，就看你自己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以后公司上市之后 ，CFO 就是你的，你想不想？罗文，你松手！你想当二把手，那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儿，你怎么想不明白呢？干什么？罗文，我叫人了！我喜欢你。文杰，你疯了！你敢打我？我一直以为是童文杰勾引的你，没想到你这么渣，孩子他妈你都不放过。罗文，我告诉你，我回去就写材料，你等着被公司开除吧你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想整我呀？你还嫩了点儿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敢再造次，你不老老实实的，我先开了你！不信我不行。你们中有很多的人都跟着我上过战场，而他们有的没能回来。我没有一天不为这件事情感到懊悔自责。如果你们有人要骂我，我就痛痛快快的让你们骂。但是老子相信一句话：天下没有打不破的保卫权。兄弟们，待我集结好一响，扛起枪，跟我冲呀！好的啊，
那个是这样啊，这个冲啊，您连说3遍，好吧？因为我在别的画面里要用啊。就冲啊，是吧？就冲啊，就2个字。好，来，开始。导演，我先喝口水，导演，稍等一下啊。不用对这个了是吧？啊，不用，你就连着3遍啊。好嘞，冲啊，来，开始。跟我一起冲呀！冲呀！冲呀！啊，挺好的啊，您休息一下。可以了。好了，休息一下啊。挺好的，挺好。那个，我们把下一段调出来，对一下啊。我去一个卫生间。哎，导演，杨导，可以吗？刚才挺好的。哎，谢谢你。行，那你们聊啊。好，来，谢谢陆医师，谢谢老师。哎，还行啊。哎呦，你们这行不容易啊！这不我以为进说2遍就得，这靠这说多少遍？光这冲这800回，但是挺过瘾，这有意思。哥哥，不容易。哎，刚才您配的真的已经很棒了。我前面这唱啊，我觉得我还行，那嗓子可能唱这个声啊，跟说话声不一样，说话也还行，就后边一喊冲呀，没，已经很好了，真的，完美 ，perfect。您满意就行，满意就行，导演满意就行。导演满意。这今儿真是缘分，这太有意思了。我这可能还得练这发声方法。我跟你讲，我以前考过那个北广啊。嗨，坐车的时候您不是说过吗？是我跟你说过，对，我觉得这有意思，这是。哎，对了，岳哥，今儿大跨年呢，那个嫂子还等您呢嘛。我这就不多留您了啊。那个，哎，岳哥。这还真给钱？哎呀，当然了，必须给钱。能靠声音吃饭，那可都是祖师爷赏饭吃。哦，这还有那个，在楼下您呐给我签一个字，好嘞，收据。哇塞，1000块钱啊！哦，好家伙，这赶上我2天车钱了，这太厉害了。哎，那你说，导演，不是为钱啊，我真喜欢。您后边有什么机会，您就想着叫我，就叫我来玩来。放心了，绝对没问题。哎，得嘞，好嘞。哎，对了，那个现在轿车不太好叫。没有，您再出趟车，再给我送3个屯去，没问题，行吗？没问题。好嘞，谢谢岳哥。哎呀，再见啊，陆毅老师。哎，再见啊，谢谢你。辛苦。不会。